切，不交就不交，我找那2个美女玩去。胡麻子翻了翻白眼，随后转身也走了。赵玉知道找到了莫青云，他希望莫青云能够跟蓝莲花说说，然后再去那悬浮岛一趟。陈道友，不用跟着他说，你想去悬浮岛，我带你去就行。这苍玄大陆，我能做一半的主。莫青云笑着说道。他在这里生活了很多年，所以对于悬浮岛也十分的熟悉。那好吧，陈平点了点头。莫青云带着陈平直接一跃而起，直奔悬浮岛而去。只用了短短的10几分钟，2个人就已经来到了悬浮岛上。岛上还是一如既往的环境优美，只不过没有蓝莲花的允许，是不能有人上岛的。陈道友，你若是喜欢，可以一直住在这里，而去这里的仙气要别的地方浓郁得多。莫青云说道。莫姑娘，你在这悬浮岛生活了很多年吗？陈平问道。对啊，生活了很多年，我喜欢这里的环境。莫青云点了点头。那你有没有感觉这个悬浮岛有些不一样，或者奇怪的地方？陈平问道。莫青云想了一会儿，然后摇了摇头，没有。这不就是一个悬浮岛吗？有什么特别吗？这么大一个岛屿，却可以悬浮在半空，这就证明不正常了。这个岛屿很可能是被一个巨大在阵法托举到半空的，并非是自然形成。陈平说出了自己的猜测。不可能，这么大的岛屿需要多大的阵法呀？而且如此庞大的阵法的消耗就是巨大的，并且这悬浮岛存在了万万年，怎么可能是被阵法托举？莫青云压根就不相信，他不相信有人能够布下如此巨大的阵法，也不信那阵法能够平稳运行这么多年。看到莫青云不信，陈平也没再说什么，而是开始在这悬浮岛寻找起阵法存在的证据。陈平没有再多解释，而是开始在悬浮岛上仔细探查起来。他指尖凝聚灵力，轻轻划过地面，感受着每一寸土地的气息流动。莫青云抱着双臂站在一旁，眼中带着几分怀疑。陈道友，你该不会真觉得这岛是被阵法托起来的吧？陈平没有回答，而是突然在一处不起眼的岩石前停下。他蹲下身，手掌按在石面上，闭目感应。奇怪，他眉头微皱，这里的灵力波动，似乎被某种力量刻意引导着。莫青云见他神色认真，也忍不住凑近，发现什么了？陈平指尖一划，岩石表面的青苔被剥落，露出下方一道古老的符文。那符文暗淡无光，却隐隐透出一股沧桑的气息。这是上古阵纹。莫青云瞳孔一缩，终于有些信了。不止这一处。陈平站起身，目光扫向四周，整个岛屿的地脉灵力都被这些符文引导，形成了一座巨大的托举大阵。莫青云震惊不已，可这阵法运转了这么多年，能量从何而来？陈平没有回答，而是沿着符文指引的方向，一路向岛屿中心走去。莫青云见状，也赶紧跟上。两人来到岛心一处清澈的湖泊前，湖水澄澈见底，却深不见底，阵眼应该就在湖底。陈平沉声道：“你要下去？”莫青云有些犹豫。这湖看着平静，但谁知道下面有什么？陈平笑了笑：“莫姑娘若是不敢，可以在此等候。”谁不敢了？莫青云咬牙：“我陪你一起。”两人纵身跃入湖中，湖水冰凉刺骨，但对他们这等修为的修士来说，并无大碍。下潜数十丈后，湖底渐渐浮现出一座巨大的石台，石台上刻满了密密麻麻的阵纹，中央则镶嵌着一颗拳头大小的蓝色晶石，散发着幽幽光芒。这是天玄晶。莫青云惊呼：“传说中能支撑天地之力的神物。”陈平目光凝重，原来如此，这座大阵是以天玄晶为核心，再辅以地脉灵力，才能维持万年不坠。他游进石台，仔细观察阵纹，突然发现其中几道符文似乎被人为改动过。不对，他低声道：“
这阵法被人动过手脚，似乎还隐藏了另一重禁制。莫青云一愣，什么意思？陈平还未来得及解释，石台上的阵纹突然亮起刺目的光芒，天玄经剧烈震颤起来。不好！陈平一把拉住莫青云，快退！然而为时已晚，湖底猛然爆发出一股恐怖的吸力，两人的身形瞬间被拉扯向石台。陈平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莫青云惊慌喊道。阵法被触发了。陈平咬牙试图挣脱，但那吸力太过强大，两人的身影眨眼间被吞没进一道突然出现的空间裂隙中。眼前天旋地转，等两人回过神来时，已置身于一片陌生的遗迹之中。四周是残破的石柱和倒塌的宫殿，空气中弥漫着古老而腐朽的气息。而在不远处，一根高达万丈的石柱直破天际，而且那石柱上雕刻着很多符文。石柱的后是一座大山，大山像是被认为的劈成了两半，并且雕刻成了两尊厉鬼的雕像。谁能有那么大手笔，竟然把整座山给雕刻了？看到眼前一幕，莫青云震惊不已。陈平没有说话，而是双目死死盯着那两尊厉鬼的雕像。他的心猛然一沉，像是有什么东西突然掐住他，让他开始窒息。陈平大惊失色，连连后退，并且大喊道：“退后，快点退后！”陈道友，你怎么了？莫青云一脸的茫然，他不明白陈平怎么突然就变成了这样。陈平见莫青云并没有事，不由得一愣，而此刻他刚刚那种窒息感也消失了，难道是自己太过紧张了？陈平长出一口气，再次看了一眼那两尊厉鬼雕像，他知道古人不可能如此无聊，把大山随便雕刻，这两尊厉鬼雕像肯定有所用意。可又看了两眼之后，陈平的心再次一紧，那种窒息感仿佛再次来临。给我破！陈平这一次没有再退，而是手持斩龙剑，顺势向前一斩。他要把这股让自己恐惧的感觉给破除。可是陈平无论怎么爆发体内的气息，那股窒息恐惧的感觉根本就没办法消除。陈平微闭双目，开始念起了静心咒。他要让自己先平静下来才行，这种恐惧感会让他的很多判断错误的。陈平不明白为什么莫青云没事，而自己却有这种感觉呢？伴随着静心咒不断念动，陈平心中的那股恐惧感渐渐的消失，终于平静了下来。陈平睁开眼，环顾四周，不敢再直视那两尊厉鬼雕像。此地天空灰蒙蒙的，不见日月，仿佛被某种力量隔绝。莫青云有些紧张看着陈平问道：“陈道友，我们这是在哪里？”陈平长出一口气，沉声道：“我们这应该是被吸入了上古遗迹了，这里恐怕才是悬浮岛真正的秘密所在。”莫青云咽了口唾沫：“那我们还能出去吗？”莫青云害怕了，这要是出不去了，岂不是麻烦了？看着这里一股阴森森的，十分害怕。陈平没有回答，而是看向遗迹深处，那里隐约传来低沉的轰鸣声，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苏醒。这时，一道白光突然出现，陈平和莫青云给吓了一跳。伴随着白光散去，一名青衣男子缓缓出现。此人身高3丈，身后背着大刀，身上的气息十分雄厚。男子在出现之后，第一眼看到陈平和莫青云，也是一下子愣住了。他打量着陈平两人，带着满脸的不可思议：“你们怎么到这里来的？如此低的境界？”青衣男子疑惑地问道。陈平也打量了一眼青衣男子，发现这青衣男子竟然是散仙境5品，这让陈平疑惑不解。按说散仙境5品早就不在一重天待着了，一重天这种高手很少，可眼前这青衣男子却是实实在在的散仙境5品的境界，难怪男子会说陈平他们境界低。陈平只是散仙境1品，而莫青云也只是散仙境3品而已。这位道友境界低就不能来这里吗？陈平问道。那倒不是，我只是好奇。
你一个散仙境一品修士，怎么到达二重天的？青衣男子好奇地问道。二重天？陈平懵了，我没去二重天呀，我在一重天了。不可能，这一季入口在二重天的天玄洞府之中，你一重天怎么能够来到这里？青衣男子根本不信陈平所说的话。陈平也搞不明白怎么回事了，正要解释，却见前方虚空一阵颤抖，只见一名白衣男子破空而出。白衣男子手持一把折扇，身上散发着强大的气息，使得四周虚空都在震颤。陈平看到这白衣男子境界丝毫不弱这灰衣男子。白衣男子一出现，灰衣男子的眉头就是一皱，嘴里咒骂道：马勒戈壁的，你没完没了了。说完，灰衣男子背后的大刀抽出，直接朝着那白衣男子砍去。这一刀瞬间斩出万丈刀芒，一道道可怕的冲击波不断冲击着四周的虚空。陈平见状，拉起莫青云的手，不断向后退去，以免被那冲击波给波及到。虽然陈平不明白这两个人为什么一见面就打架，但陈平跟他们两个毫无瓜葛，所以不想被两人波及。莫青云的手白皙嫩滑，软弱无骨，被陈平抓在手里。陈平没有什么反应，倒是那莫青云看了一眼陈平，脸直接就红了。他还是第一次被一个男人牵手，而且还是自己心底有些喜欢的男人。陈平压根没注意莫青云的反应，手持斩龙剑，释放出一道道剑意，挡住那一波又一波的冲击波。莫青云站在陈平身后，看着陈平奋力帮自己挡着那些冲击波。这一刻，陈平的身影在莫青云的眼中更加高大了起来。莫青云不自觉地把头靠在了陈平肩膀上，陈平感觉出了异样，但只是看了一眼，并没有说什么。毕竟现在眼前两个男子打得正凶，四周的虚空都似乎有种要崩溃的感觉了。陈平必须要奋力挡住两人爆发出来的冲击波，要不然这两人打架没事，他跟着莫青云两人却要遭殃了。